你以为你在进步，其实你只是装得越来越像一个努力的人。每天收藏干货，立 flag， 做计划，感动到自己热血沸腾，但现实呢？3天热情，7天跳票，最后一事无成。你不是在觉醒，你是在用成长幻觉逃避真问题。这不是努力，这是自我安慰的仪式感。你以为光有热情和知识就够了，但现实是你被困在一个看不见的陷阱里，一个让你不断忙碌学习却永远卡在原地的成长假象循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没换到那个老旧低效的思维操作系统。你拼命想升级大脑，却一直用老方法解决新问题，就像你用过时的地图，再多努力也走不到新世界。这节我们不讲大道理，只拆一个关键结构，带你找到那把可以真正换地图的钥匙。别再感动自己，是时候真启动了。真实案例：小坤的高质量内耗陷阱。他叫小坤，26岁，普通上班族，每天看成长视频，听播客，记笔记，收藏了3000条干货，听了300小时知识。结果呢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都懂，就是做不到。他不是不努力，他只是现在的认知觉醒了，行为却瘫痪的高质量内耗陷阱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装系统，每天靠情绪，靠灵感启动人脑模式，每天早上都在重复问自己我该干嘛，从哪开始，有没有心情做。只要有一点情绪波动，整个系统就崩了。你看到了吗？这不是态度问题，是你没装系统。系统解决方案：觉醒3角系统。你想真正跑起来，不靠意志力死扛，就得装上这套觉醒3角系统。它只有3步，但每一步都能从根本改变你的启动方式。第一觉，行为开关，先干再想，不是先感动，先思考再行动，而是设计一个无需大脑就能启动的开关动作。比如早上不思考要不要早起，而是固定7点手机响，直接起身坐到书桌，打开觉醒记录卡或笔记页，开始写3行觉醒任务，不给大脑任何反应和反抗的机会。这叫行为触发点，不是靠情绪，是靠结构引爆。第二觉，环境钉子，逼自己滑入正轨。人会输给惯性，也能用惯性赢回来。你要做的不是克制诱惑，而是布好环境钉子。比如手机远离环境纯净，公开立目标，社交压力倒逼，桌上只放笔记和水杯，物理限制多线程。这叫环境先行，不是靠专注力，是靠布阵力。第三角，成果成瘾，让反馈替你续航。你不是不能坚持，而是你一直看不到成果，所以你要设计一种及时反馈机制，每天记录完成动作，生成觉醒记录卡，完成任务立刻小奖励，奖赏系统激活，可视化进度，看见自己的强化路径。这叫成果成瘾设计，不是靠毅力，是靠反馈让你上瘾。但这还不够，你现在要启动的不只是觉醒动作，更是赋能反馈区长期复利启动。你以为做完任务就结束了？不，真正的成长不是完成一件事，而是进入那个可以不断增强你、放大你、强化你身份的赋能反馈区。你今天执行的每一个小动作都不只是好习惯，而是向大脑发出信号，你是谁，你在变强。当你持续动作产生成果，接受正反馈，输出记录，被他人认可，你就进入了一个结构化、自序化、正循环的复利系统。这才是你要的，不是干货，不是计划，是飞轮。成长不靠坚持，靠反馈成瘾；自律不靠人格，靠机制跑动。真正的觉醒，不是我懂了，是我被强化了。结尾，觉醒行动挑战令。你看了这么多觉醒干货，现在是你真正启动系统的时刻了。别再做那个只收藏、只计划、只感动自己的你。从这一集开始，给我真干一把。觉醒行动挑战，小白6专属任务。
第一步，起床后直接启动一个行为开关动作，比如起床就坐桌前写10分钟觉醒日记。第二步，设置一个环境钉子来卡住自己，比如晚上把手机放厨房，只留笔记和水杯。第三步，完成后在评论区写下今天我完成了，我在滑向正轨。记住一句话，真正的成长不靠立 flag， 不靠热血，而是你在没有动力、没有完美条件下依然完成最低标准的那一刻，那才是觉醒飞轮启动的起点。小白系列正式完结，中间预告来袭，恭喜你，你已完成小白觉醒6部曲：意识觉醒、情绪管理、目标聚焦、时间规划、系统转化、反馈复利。你拥有启动人生复利飞轮的基础系统。下一集中阶特别版预告，标题：觉醒转折点，从此就到重构，中阶序章。我们将正式进入独立系统构建期，从靠意志力硬撑走向机制化蜕变加财富飞轮构建，这是另一条赛道的起点，是觉醒者从学习者迈向人生架构时的分水岭，敬请期待。